近期随着美国对中国的不断打压，一些站在美国身后的西方国家也都按耐不住，纷纷向中国出招，其中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美国的教唆之下，英国也开始了对中国的军事干扰，近期又把航母开到了中国南海航行。在英国航母还没进入南海之前，美国就有媒体怂恿英国，想让英国海军把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开到中国岛礁12海里处，还称美国曾经也那样做过。不过从之前霍伊舰被俄罗斯开火追着屁股打的情况来看，英国已经没了那个胆子再敢玩火了。虽说英国海军还不敢惹怒解放军，但是小动作也是从未间断。据环球网相关消息报道，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近日进入我国南海后，便举行了舰载机起降任务。有美军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在该航母上完成了起降任务，多项行踪被卫星捕获。报道称，有相关数据显示，这艘航母上搭载的是美军211中队的 F-35B 战斗机。在进入南海之后，多次进行了起飞降落任务。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一直在教唆英国航母做坏事，但是到目前为止，伊丽莎白航母还没有出现过异常的举动。这也说明英国对中国的海军实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恐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如今美国战斗机在英国航母上起落，被卫星拍到，可以称之为是全家福了。美军之所以派搭载英国舰队进入中国南海，必定是有它的目的的，所以还是应该做好一定的防范，以备美国有其他的想法。毕竟美国一直都是很狡猾的，我们不得不加以防范。对此，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表示，中方尊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正当权利，也尊重各国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一些国家出于挑衅的目的，将军舰不远万里地派到中国海域，寻衅滋事，扰乱我国周边海域和平稳定的局势。如果出现异常的动静，在我国海域找存在感，我们的军队必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予以回应和应对，这肯定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也是世界各国都不想看到的。总之，现在的中国不是英国能随随便便惹得起的，如果触碰到中国的底线，那我们绝对不会客气。如果英国海军想享受一下在俄罗斯黑海遇到的待遇的话，或许也可以来试试。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就开始对中俄两国不断干扰。拜登政府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他们称中俄两国的迅速发展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了一定影响，还称威胁到了国际安全局势。但其实美国真实的想法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就是害怕中俄的迅速发展会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霸权的滥用。因此，拜登不仅对中国的崛起心存嫉妒，对俄罗斯的发展亦是如此。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拜登在到访美国情报局总监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表示，俄罗斯目前的发展已经停滞，还宣称普京已经身处险境，遇到大麻烦了。拜登称，俄罗斯在经济发展、新能源、芯片等方面都已经逐渐处于劣势，他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仅剩核武器了，只有这一项优势才能撑起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还称，普京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和普京坐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他从表面看上去很镇定，但是能够感觉出他内心的不安。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拜登这样的做法其实有2点原因。第一点就是为了从俄罗斯身上凸显美国自己的能力，因为拜登知道俄罗斯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核武器，所以他把俄罗斯其他优势都弱化，来证明美国除了核武器，其他领域都比俄罗斯略胜一筹。当然，这或许也只是他自己的想法罢了。第2点原因是，拜登故弄玄虚，公开喊话普京，谈及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并将其弱化，原因就是让外界误判俄罗斯当前形势，引来更多的国家针对俄罗斯。拜登这样的行为就是在挑衅普京，释放了一种无形的战争信号。又想闯祸了，身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是否还能继续忍耐？普京是否会被拜登的言行所激怒呢？对此，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给予了回应。佩斯科夫表示，美国这种片面的言论很显然就是错误的，断言俄罗斯一无所有、身处险境更是无稽之谈。很显然，拜登作为一国之首，只是在转述一些团队材料，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俄罗斯在2020年的 GDP 中，石油和天然气就占据了 15.2%。所以美国说俄罗斯一无所有，遇到了大麻烦。我们想问的是，你说了算吗？美国一直称中国和俄罗斯是威胁国际安全的冲锋者，但是纵观全局，其实美国才是那个扰乱国际安全秩序的罪魁祸首。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不但没有给世界各国做出一个好的榜样，而且还肆意的扰乱各国稳定发展的局势，这不应该是超级大国应有的作风。
近期以来，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可谓是费尽心思。拜登以为对中国使用美国惯用的老套路，就能够迫使中国屈从于他们的霸权，于是就开始用各种招数打压中国。而跟在美国身后的澳大利亚更是按耐不住自己的野心，也想跟随着美国的脚步对抗中国了。毕竟中国现在发展迅速，让一些西方国家都眼红了。澳大利亚近期以来做出了很多小想压制中国。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就疯狂向美国示好。他称，如今中国的崛起给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都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所以他希望美国能和澳大利亚一起联合对抗中国。此外，澳大利亚还和美国联合举行了代号为护身军刀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对外宣称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能够有效地应对一些大国为其带来的威胁。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疯狂向美国示好的原因就是想与美国一起压制中国，但是澳大利亚却忘记了2点。第一点是美国比较狡猾，如果没有利益可循的话，他们随时都可能一脚踹开，寻找下一个利用的目标。而且如今看到中国的强大，美国清楚地知道，如果惹怒了中国，逼迫发起战争的话，对美国肯定不会有太大的好处。第二点是，澳大利亚跟着美国的脚步疯狂针对中国，但是如果美国一旦脱身，那就只有澳大利亚自己自生自灭了。要知道，凭澳大利亚的实力，还没有多大的资本跟中国对抗的。对此，澳大利亚自由党参议员莫兰似乎看明白了什么，开始紧急降温。据观察者网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澳自由党参议员、澳大利亚前陆军少将吉姆·莫兰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澳军与中国开战的话，澳军最多只能坚持48小时就可以被解放军打败。莫兰称，如今中美局势变得极其紧张，但是中国的军队近几年来发展得很快，但是澳大利亚的国防军实力真的太薄弱了。如果没有美国的依靠，我们与中国开战的话，只能坚持2天。但是现在的美国看起来似乎更愿意靠近中国了，所以我们也应该尽早脱身，自谋出路。总之，中国已经经历了上下500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的中国可不是你们随随便便的几个小招数就能压倒的，所以还是早日挣脱霸权野心的牢笼，正视国际关系为好。如果不死心，非要撞个头破血流，那你们也可以来试试。印度是我们的友邻，只不过这个友邻一向迷之自信，喜欢和我们进行对比挑衅。自从被我国教训了一次之后，老实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近几年来，印度似乎又觉得自己行了，又开始在中印边境地区搞事情，挑衅我国了。由于不受西方国家的限制，印度在武器装备方面是出手阔绰，除了一些非卖品，只要是他看上的，西方国家基本都会满足他的要求。虽然价格都不便宜，但是印度似乎很享受这种当大款的感觉，对于军购依然是乐此不疲，所以有些国家也调侃印度是人傻钱多。这不，据《环球时报》报道，印度空军28日在靠近中印边境地区的空军基地部署了8架阵风战斗机。不出意外，印度媒体果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大肆吹捧，炒作印度对中国形成了空中优势，暗示印度凭借阵风战机就能对抗中国4倍于印度空中力量，并且将来还将购买俄罗斯新研发的5代机，用于对抗中国的歼20。印度时报27日报道，印度空军此次将刚接收的阵风部署到中印边境地区，是为了在中印军事会谈之前构建对中国的威慑力，为即将到来的会谈加码。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轰炸战斗机数量4倍于印军，但是由于高原的限制，解放军战机的作战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而印度空军军官认为，边境除了新到的8架阵风外，印度还拥有升级后的米格29、苏30 Mk1以及幻影2000，都比中国大部分战机先进。所以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度空军完全能够以少胜多，压制中国空军。不得不佩服印度媒体的自嗨能力，凭借几架飞机就想吓唬中国。阵风我们确实没有，但是这不代表阵风就一定比我们的歼16好。同样都是4代半战机，互有优劣势，但不要忘了，印度想从俄罗斯购买5代机，我们的5代机歼20早已形成战斗力，想凭借空中优势威慑中国，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再说，印度这些先进战机自己能不能玩得来都是个问题，没有自主生产能力，零配件都需要进口，主力战机还是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兼容性就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中国就没有这个问题，所有武器都是自主研发的，作战平台可以做到随时共享战场信息，协同作战更是不在话下。也难怪杜文龙大校在谈到印度空军时，对印军的能力表示怀疑。印度空军其实都是在单打独斗，没有办法形成合力，并且印度不具备维护高端武器的能力。自信心很强是个很好的优点，但是印度似乎有点自信过头了。印度媒体这样尬吹，也不怕被别人笑话。不过这也是印度媒体一贯作风，甚至之前有印度媒体在评价各国军事实力排行的时候，将印度排在了美国之后，位列第2。这让俄罗斯与中国情何以堪？而且俄罗斯用于出口的5代机才刚刚发布，具体什么时候就要量产还不知道。而中国歼20以及列装超100架了，印度空军接收8架阵风就大肆宣扬压制中国空军，也不怕把牛皮吹破。